哟，我来了，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很难相信，一个人会在大四决定退学，然后用1万元的学费去炒股，2年时间就将资金规模做到了1000万级别。他就是被称为退神的90后传奇游资退学炒股。退神的悟道经历传奇，交易成绩也让人惊叹，账户在他手里就很容易翻倍，并且翻了又翻。2017年7月5日，他实现了第一次资金翻倍。次月的28日，又从10万做到了20万，再过了不到1个月，20万就变成了40万。到11月份，他终止这次实盘的时候，账户资金显示为62万。同年的12月11日，他用25万元本金重新开放实盘。18年2月2日，账户翻倍，3月8日二翻至117万。到4月2日，他的账户资金已经增长到了302万，资金的增长速度非常离谱。19年4月份退学炒股最后一次直播，他的账户显示资金已经突破了1000万。退神是94年生人，真实姓名不详，但是他的交易历程却被他记录得清清楚楚。据他说，他是在13年大学2年级的时候开始用2000配资了1万元进入股市，也许是刚好赶上牛市，也许还有新手运加持，入市后一直处于盈利状态，股市中赚来的钱已经可以满足自己的日常开销。然而，这种平静悠哉的生活被一场血腥的股灾打破。一路高歌猛进的大盘，在2015年6月中旬开始暴跌，20多天的时间，上证指数就狂泻了1800点。菜鸟期的退神没能幸免，账户爆仓，损失惨重。祸不单行，这个时候他的父亲突然离世，家庭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还留下了一堆繁重的债务。即将步入大学4年级的他，拿着家人东借西凑出来的学费，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无比荒唐的决定，退学然后全职炒股。他说当时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没有办法，家里没钱了，他也不想再去向别人借钱。15到17年这段日子漫长难熬，好在他的账户资金在慢慢积累，这时候他的股票账户已经有了5万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在淘股吧记录自己的交易历程，这些文字也让我们得以窥探到他交易的一些方式和成长中的经验。他曾公开过一种明确的交易策略，就是如果某新股或是次新股连续大幅上涨后，在前一天出现巨量烂板，次日出现了开盘走强、超预期加速板、新龙头卡位等这些走势的时候，进场买入的胜率会比较高。这种策略的逻辑主要基于市场的供需关系和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对于新股而言，连续大幅拉升后，大概率会有庄家开始陆续出货，这就使得抛压会持续的增加。如果前一天是巨量烂板，也就是放量滞涨，那次日的走势应该是低开或是持续走低。但是次日如果出现了开盘走强、超预期加速板、新龙头卡位这些情况，说明后续可能会有足以吃掉当前抛压的需求入场，去进一步推动股价。股价的上涨速度如果超过了市场预期，也会引发投资者的追涨心理，同样能够促使股价上行。新龙头卡位需要单独解释一下，一只新股忽然成了某个行业或板块的领头股，就会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和买入，因为能卡位成为行业的龙头股，市场就会预期它在未来会获得更好的发展。在加密货币市场也同样适用，假设某个新币种有了创新技术，比如账户抽象、去中心化身份等等，简单快捷、成本更低的新技术，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这个板块。如果这个新币种被视为了某个行业或板块的龙头，那它的价格就会更容易被这些需求推高。退神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是：我们要学会看别人赚钱。如果一个市场没人能赚钱，那必定不会有人再来参与。正是这种赚钱效应的传播，才使得不断有人加入，所以必定会有一部分人是赚钱的。这句话体现了真正的市场规律，赚钱效应是推动股票持续上行的元凶。观察它对于股票的选择，几乎全部是当时最热板块下的强势股，顺势而为是他的信条，这与之前频道中提到过的日本最强散户 CS 不谋而合。退神2017年最值得称道的2笔交易，就是采取了这套策略。北京科瑞和金魔科技这2只股票都是当时最热门的雄安概念股，并且都是在连续一字涨停后继续保持强势的股票。对于北京科瑞，他选择在一字涨停后的第2天集合竞价时进行买入，当看到涨停打开，
这种情况通常意味着市场对这只股票的需求非常强烈，买盘明显超过卖盘，才使得股价能够突破涨停限制。于是5月22日，他罕见地选择了加仓，然后再转天获利离场。而对于金魔科技，他观察到股票一字涨停后出现了放量，并且继续保持强势，于是他选择在第二天顺势买入。此后的交易中，退神对于这套策略的运用也是越发娴熟，比如城邦股份、日营电子、海鸥股份等等，也都为这位短线客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此外，当价格突破某些形态模式的边界时，便顺势买入，也是他的惯用手法。以他在2018年购入的万兴科技为例，万兴科技的股票价格在连续几天内都上涨到了当天允许的最高限度，也就是连续的一字涨停。这通常都表示市场对这只股票的需求非常强烈，然后股价开始横盘调整。到了3月1日，股价再次上涨到了当天允许的最高限度，并且是在上升三角形态的末期突破。突破后，价格仍然保持强势，于是退神在3月2日入场买入，并持有到3月8日离场。这个过程为他带来了46%的账户收益。从这只股票后续的趋势来看，如果继续持有，可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是他从来不会放纵自己的贪婪，到点就收。顺势和突破策略的胜率从来都不高，市场所说的7亏2平1赚就非常贴合这种策略。由于盈亏比可观，动量突破的顺风车也比较稳妥，所以有很多高手最终的交易形态都是如此。那我们如果考虑使用这种方法，除了检查一下是否点击了订阅按钮以外，让自己有充足的容错空间和坚定执行止损的心态，就成了交易的关键。止损是神的武器。退神说过，错了就要果断割肉，一定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明知道做一件事的风险，却去妄想会不会发生奇迹，这会使我们变成股市中的残疾人。虽然他经常买在最高点位置，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很赚钱。他本就是短线客，即使入在高位，他也会从容退出，绝对不抽。就说高征明报这只股票连续拉升后，在前一天出现巨量烂板，他在第二天高开的时候选择买入，但是第二天的走势并不如预期，于是果断卖出。可以看到，这个价位基本就是之后的高点，再也没有回来过。再比如华北高速、君和股份等等，这些都是在符合交易规则的走势入场。当他发现股价未按预期运行，便会立刻清仓，无一例外。他说过自己的砍仓手法，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持仓方式，然后设置一个回撤线。资金在回撤线之上则全仓，资金到了回撤线则分仓。回撤线根据资金最高点变动，大概10个点左右的幅度，这样既能保证攻击性，又能防止大幅回撤。方式要与自己的性格相符。退神将自己交易的心路历程和交易核心全都放在了我与小明这则帖子中，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是真正的交易宝典。链接我放在了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和置顶评论中。他不断反复地提醒我们，交易的本质其实是在与人性做斗争，盈亏并不是评价交易成功与否的度量衡。遵守自己的交易计划，让每次交易都成为自己的经验，去不断的反思优化，这样才可以不断的成长。好了，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以免错过更有利可图的交易内容。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拜拜。